大决战，西方200多趟军机向乌克兰密集运送军备。不同寻常的信号，乌克兰15000大军5个野战旅集结边境，2次入侵俄罗斯。乌克兰特种部队第6团大扫荡，勇夺库尔斯克丢失村庄。新年第1天损失1250人，俄军伤亡已达79万。人类史上首次无人机重创空中目标。俄乌双方再次交换战俘，189名乌克兰勇士成功回家。历史性的一天，俄罗斯半个世纪成果就此丧失殆尽。2024盘点，壮哉乌克兰空军。乌克兰似乎正在为更大规模的战役做准备。西方国家在11月和12月增加了对乌克兰的物资供应活动。仅在11月，西方飞机就向波兰的热舒夫空军基地进行了120多次运输飞行，而到12月时，西方飞机运输次数增加到了135次。热舒夫空军基地是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的关键后勤点，这意味着增援规模巨大，表明乌克兰不是在为谈判做准备，而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据报道，在乌军为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俄军也在库拉霍夫行动。地理定位镜头显示，俄军在库拉霍夫不断推进，并完全占领了该市西部的别墅。俄军从运动场周围推进，占领了车库合作社，很可能借此将控制区扩大到其余的住宅区。未来俄军可能尝试沿着高速公路推进到加油站。地面报告显示，乌军已被迫从尤兹尼街区以及库拉霍夫的所有居民区撤离。一名俄罗斯第110旅的战士在一座高层建筑上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俄军也在库拉霍夫突出部南部推进，并占据了新的竖线阵地。俄军从库拉霍夫大兴西尔卡公路上的阵地出发，沿着一条主要竖线推进，然后俄军向北分支，占领了另外3条竖线，夺取多达 6.2 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俄军在库拉霍夫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乌军近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X 账号 Official News 表示，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达莫夫斯基训练场的俄军大型弹药库，弹药库在数次巨大爆炸中被完全摧毁。顿涅茨克前线，俄乌两军的无人机操作员展开直接对决，最终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斯巴达第3分队的无人机操作员率先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的基地。随后，乌克兰火炮和 FPV 无人机发起联合攻击，摧毁了这个俄罗斯的前线无人机基地。在2024年最后一天，俄军向库皮扬斯克的乌军阵地发起了16次进攻，均被乌军第14旅击溃。莱曼方向，乌军第66机步旅一名士兵面对俄军的偷袭，冷静反击，使用手中机枪打死打伤8名敌人，措手不及的俄军突击小组又退了回去。俄军这个突击小组是借大雾掩护接近的乌军战壕，幸亏这名乌军机枪手果断开火，这才挽救了他和队友的生命。当敌人摸到阵地前20米左右，才发现这种情况极其少见，也非常危险，大多发生在大雾天气下。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向舍甫琴科以北投掷了8枚滑翔炸弹，双方互有攻防，接触线上没有发生改变。在东南方向的扎波罗热，乌军炮兵打击了卡缅斯科别墅群附近的俄军阵地，俄军主力则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2月31日，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功夺回了库尔斯克西北的一个定居点，该村庄位于伊安诺夫卡凹地，由俄朝联军共同防守。
由于朝鲜军队缺乏训练以及对现代战争陌生，在向马拉亚洛克尼亚镇进攻中首先被击败，后面少量俄军很快也遭击溃。乌军远程炮兵随即打击了溃逃的联军，特种部队第6团最后开始扫荡，顺利夺回了这个联军收复不久的村庄。福布斯稍早报道，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旅可能已被摧毁，第155旅也在库尔斯克遭受重创。由于乌克兰的地雷、无人机和火炮，2个旅都面临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将在未来7天内派2万人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交界处发动突袭。战争研究所也称，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很可能会发起对俄罗斯的第2次大规模行动，并称乌军已经在切尔尼戈夫州集结约15000人，超过入侵库尔斯克的12000人，至少5个野战旅，装备也更好。这被认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自开战以来，切尔尼戈夫州就没有发生战事，乌克兰军队很可能会入侵布良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位置很好，背靠基辅，容易获得后勤补给和兵力支援，相比之下，俄军在这里的作战则相当不利。不过，乌军是否会从切尔尼戈夫州出发去入侵布良斯克州，暂时还不好说。即便是俄军现在同样兵力短缺，很难大幅增强在布良斯克州的防御，但考虑到乌军在切尔尼戈夫州的集结几乎已经算是人尽皆知，失去了进攻突然性，俄军应该做了一些准备。如果乌军真准备再次入侵俄罗斯，应该会对俄军薄弱地区发起突然行动，这也符合希尔斯基一贯的用兵之道，而不会让俄军有提前防备。稍早一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发布了今年的总结战报，称俄军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总计损失了78.5万人，其中仅在库尔斯克地区就损失了约18000人和1000台重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成立了专门的无人系统部队，无人系统交付量增加了19倍，击中和摧毁的俄军目标数量增加了3.7倍。电报频道乌克兰战争信息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在整个2024年新占领了2800平方公里乌克兰领土，而乌克兰军队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中获得了成功。尽管在俄军发起反击后遭到压缩，但乌克兰军队现在仍控制库尔斯克地区约5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即便是按照最不乐观的预计，乌克兰军队依然能在库尔斯克坚持到明年春季。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1250人，俄军伤亡达到了79万。战争研究所的报告称，俄军在2024年占领乌克兰4168平方公里领土，亲乌媒体称只占领了2400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田地和小型定居点，但却因此损失了42万人，平均每占领1平方公里损失102人。事实上，为了解决兵源问题，普京分别于2022年11月和2024年7月签署总统令，向新兵发放入伍奖金，吸引了不少囚犯加入了俄罗斯军队。但是，由于经济困顿，俄罗斯于12月28日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了这些囚犯的入伍奖金。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这些俄罗斯囚犯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都这样了，还能被普京割一把韭菜。昨天战场上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乌军情报局第13特种部队攻击无人艇马古拉 V5，使用 R73C Dragon 防空导弹，在黑海上空成功击落了俄军一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击伤一架，开创了人类史上首次无人艇重创空中目标的记录。乌克兰军情局的电讯监听记录到受伤逃脱的米8直升机驾驶员在惊慌失措中与基地的通话内容。砰的一声，他们打中了我。紧接着，第2枚导弹又从水里飞上来，我没有看到它飞到哪里去了，但第1枚导弹在我附近爆炸，我感觉直升机系统出现了故障。俄军2架米8直升机拦截一艘小小的无人艇，原本以为会是一次轻松猎杀，岂料乌军无人艇的作战任务根本不是袭击水面的静态目标，就是奔着他们来的，猎人一下子变成了猎物。尽管2架直升机迅速发射诱饵弹，却依然未能骗过艇上的 R73 防空导弹，瞬间被打爆一架，击伤一架。
乌军的新型无人艇既能够在半潜状态下长时间的潜伏在某一海域，也可以在仅露出天线下全潜在水中，已具备了强大的对空、对海和对地攻击能力。这对莫斯科来说无疑是灾难性消息，标志着乌克兰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已经有能力封锁黑海，攻击一切水面与空中目标，而且还能够携带大当量的地对地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从第一艘乌克兰马古拉海上无人舰问世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马古拉战果赫赫，总计摧毁并击中了15艘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舰船，为乌克兰恢复黑海的粮食运输通道，将黑海舰队赶回俄罗斯本土新罗西斯克港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古拉海上无人舰无疑是乌克兰工程师和军方的尖端技术的杰出创造。这是一个在优雅的箱子中装有1/4吨炸药的作品，乌克兰人将其体现在攻击型海上无人舰上，并不断改进，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GUR 特种部队指挥官特林纳斯蒂强调，第一个任务全面封锁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成功完成。这个平台将成为在水上使用的防空导弹综合体。一步一步，我们不仅控制了海洋，也将控制天空。还记得上次马古拉海上无人舰出战的时候携带的机枪和无人机吗？那次干掉了俄罗斯的武装攻击直升机，还有驾驶员和机枪手。希望下次它出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事实上，就在不久前，哈尔科夫以北利普齐村的战斗中，乌军的无人坦克、台雷机器人与装载着机枪的无人机展开的创造性的联合作战中，全歼一个连的俄军，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战争既是综合国力比拼，也是科技的较量。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乌克兰已把俄罗斯远远甩在身后。如果2025年战争继续，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更多精彩的机器与人类之战。俄乌双方再次交换战俘，189名乌克兰勇士成功回家。每位回家的勇士第一时间都收到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我们为你感到非常自豪，并感谢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写道：“我们的孩子终于回家了。”本次交换包括187名乌克兰军人和2名平民，他们当中有士兵、中士和军官，以及国民警卫队队员，包括亚速营战士、边防警卫、国土防御部队以及海军和武装部队的军人。每个人都有家人和朋友在家里等着他们，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回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今天又有189个家庭在庆祝，我们继续努力，将每个人从俄罗斯的囚禁中解救出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人。我感谢团队竭尽全力将我们的人民带回家。下面这个镜头感人至深。一位乌克兰女孩在见到她的被在俄罗斯战俘营关押2年后成功交换回家的父亲时，将久违的父亲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哭。她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平安回来就好，衷心地祝福他们健康幸福。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亲人和家庭的生离死别。战争就快打了3年了。我们新冷战情势全体团队成员都希望这场制造了无数人伦悲剧的残酷战争能早日，而且是公正合理的结束，两个斯拉夫民族的世代恩怨能由此画上一个句号。从今年1月1日起，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所使用的乌克兰能源管道正式关闭，这标志着俄罗斯数十年来在欧洲能源市场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结束。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欧美对俄罗斯实施了一波又一波的制裁，但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能源输送管道一直都没有停止使用。然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表示，在乌克兰拒绝与其续签能源过境协议后，俄罗斯已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025年1月1日凌晨5点停止输送天然气。基辅方面表示，欧洲已经决定放弃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能源部长杰尔曼加卢申科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关闭了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俄罗斯失去了欧洲市场，它将会遭受经济损失。”
布鲁塞尔方面对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一事可能给欧盟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淡化处理。法新社引用欧盟委员会的话说，该委员会为此进行了1年多的准备，让欧盟国家为俄罗斯能源供应中断做好应对之策。路透社说，这次乌克兰能源管道的关闭不会影响欧洲消费者所使用的天然气价格，这与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侵乌战争时不同。当时俄罗斯能源供应大幅度下降，将能源价格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引发了欧盟生活成本危机，重创了欧盟的竞争力。而如今，经过2年多的能源去俄罗斯化，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对切断俄罗斯能源供应已经做好了准备。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足够灵活，可以提供非俄罗斯来源的天然气。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盟的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大幅度增加。欧盟通过管道购买了更多的挪威天然气，另外还从卡达和美国购买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从而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另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最大私营电力企业 DTEK 周二证实，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发出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数量约有1亿立方米。在2025年开始之际，原油价格预期将会继续连续2年的下行走势。现在欧盟成员中只剩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摩尔多瓦的部分地区还在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将继续使用连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 Turkstream 管道购买俄罗斯天然气。这条管道中间穿越黑海，所以关闭乌克兰管道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对欧盟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持反对态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周三警告说，欧洲要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菲佐在美国社媒脸书上发帖表示，关闭乌克兰天然气管道将会对我们所有欧盟国家，而不是俄罗斯联邦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摩尔多瓦的情况非常严峻。他已经为了应对俄罗斯能源进口中断这一天的到来，在全国实施了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表示，克里姆林宫再次用能源讹诈来影响摩尔多瓦的议会选举，破坏我们加入欧盟的努力。俄罗斯能源管道关闭后，乌克兰每年将损失俄罗斯能源过境费8亿美元，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将因此损失近50亿美元的天然气销售收入。俄罗斯和前苏联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得了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要份额。高峰时期，俄罗斯所占份额高达35%左右，但俄乌战争几乎摧毁了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在欧洲的全部业务。经由白俄罗斯的亚马尔欧洲管道也已关闭，穿越波罗的海至德国的北溪管道在2022年被炸毁。要知道，在2018年，所有各条能源管线总共向欧洲输送了2011立方米的天然气，才刚刚创下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2023年，俄罗斯通过乌克兰管道输送了大约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连2020年上一个5年期合同开始时的650亿立方米的1/4都不到。据美媒报道，尽管美国提供的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优异，用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海军上将的话来说，就是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多家军工厂和弹药库，迫使俄罗斯将许多后勤设施迁至距离前线更远的地方。但乌克兰可能不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了。乌克兰现在仅剩下大约50枚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因为美军库存的很多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已被指定部署到中东和远东。另一大杀器风暴阴影和斯卡普 1G 巡航导弹的情况也不乐观，英国和法国的库存同样不多了。尽管重开生产线，但产量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让人满意的水平，无法满足乌军前线需要。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基民盟候选人梅茨极可能成为德国新总理。相关数据显示，其可能性超过了90%。梅茨上台后，德国政府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此外，稍早些，五角大楼授予威廉姆斯国际公司一份价值2.53亿美元的合同，帮助后者提高鱼叉、JASSM、LRASM 和战斧等多种导弹发动机的产量。
这笔资金中有一部分来自对乌克兰的安全拨款，这被认为一部分导弹可能会被提供给乌克兰。大家看到了吧？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只能靠自己。而好消息是，乌克兰的对地攻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不管是产量还是型号，都在不断增加。据《经济学人》报道，乌克兰准备量产一种新型的近程巡航导弹特伦比塔。特伦比塔本来是一种乌克兰民族乐器，乌克兰西部喀尔巴阡山的山地民族胡楚尔人经常吹奏，类似阿尔卑斯长号或北欧化木号。特伦比塔导弹实际上早在去年4月就已曝光，造型类似二战时的德国 V1 巡航导弹，安装一个老式的脉冲发动机，射程140公里，飞行速度仅有每小时400公里，战斗部更是只有20千克，比一枚122毫米口径炮弹还轻，但胜在便宜，单价仅1万美元。如果不安装弹头，只当诱饵弹，单价更是能降到3000美元。要知道，俄罗斯制造的小摩托单价可是好几万美元。我们的简单导弹比敌人的防空导弹系统便宜得多，开发人员说。根据该项目，齐射20枚此类导弹将允许克服敌人的防空，并在足够深度击中目标。乌克兰计划每个月生产1000枚特伦比塔导弹，如果能够实现，不仅能更有效打击俄军的浅纵深目标，也能加大对俄军防空网的压力。事实上，乌克兰军工业现在尚未充分动员起来，仅发挥了3至4成的效能。但乌克兰人已经说了，即便川普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依然会坚持打下去。乌克兰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能力，而且别无选择。乌克兰空军对刚刚过去的2024年做了个工作总结。在过去1年里，乌克兰空军共摧毁俄罗斯侵略军1300枚导弹和11000多架无人机。此外，还有3200架侦察无人机、40架固定翼飞机和6架直升机被击落或瘫痪。2024年之内，乌克兰空军航空兵出动超过2万架次，其中近9000架次是使用西方武器。目前世界上有如此密集空战经验的空军，可能只有乌克兰、以色列和俄罗斯了。壮哉乌克兰空军！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段乌克兰苏25战斗机首次使用法国 AASM-250 锤子炸弹进行战斗的镜头，请大家欣赏。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